以往有着 Android 界 Apple 昵称的 OPPO， 近期发表的新机 OPPO Find X8 系列，可说是来势汹汹啊！一亮相便成为关注的焦点。受到关注的部分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效能还有镜头模组的提升，让手机摄影爱好者跃跃欲试。另外一个关注点，当然就是这次 OPPO 又推出了哪些强大的功能，这些功能是不是跟 Apple 有相似之处？我想规格跟功能部分前一集已经聊很多了，这一集就来聊聊果味十足的几大功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ssplay。先快速复习一下 OPPO Find X8 还有 X8 Pro 的重点。两款手机都搭载联发科技天玑9400处理器，跑分首度超越310万分以外，在潜望镜头部分重新设计为倒置的潜望结构，让以往大眼睛镜头模组又变薄了一些。而 X8 Pro 延续上一代的双潜望镜头设计，也受到非常多的期待。但我想看了标题进来的朋友，应该不是想要听我讲这些啦。想看重点功能的朋友，应该可以去参考一下上一集的介绍，上一集已经聊很多了哦。那这一次 OPPO 在新机的设计与功能，应该有很多朋友觉得这两款新机，真的是似曾相识，就连中国当地的各大媒体都用果味十足这样的词汇来形容。当然，这就是很明白看出来有非常浓厚 iPhone 的影子哦。那这究竟是致敬还是模仿，又还是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Find X8 系列跟 iPhone 的6大相似之处，让大家自己判断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是果味十足呢？以往 OPPO 的机型都非常有独特的设计风格，例如说 X5 的环形山设计，还有 X6 跟 X7 的皮革背盖都非常有特色啊，更不用说最早的电动旋转镜头，那真的是一绝哦！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只手机哦？不过这次的 Find X8， 它选择了扁平化机身的边框，让整体的设计跟 iPhone 经典的设计相似度极高。尤其是背盖的正反玻璃的视角边缘设计啊，那个圆角真的是有非常浓厚的果味哦。还好 Find X8 的镜头采用大眼睛的镜头模组，这才有方便辨识的特色啊。不然如果你遮住了镜头的话真的还有可能让人家误以为这是 iPhone。不过就算不遮住镜头，这跟中国其他品牌的手机也是蛮类似的啦。今年 iPhone 16系列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加入了相机控制按钮，而 OPPO 也非常巧的在今年新机加入了这个设计。虽然说早在功能手机时代Sony 就已经在机身上加入了快门键，但严格说来在智慧型手机上加个相机控制按键，好像也是见怪不怪哦。不过魔鬼藏在细节里。以往即使是有了相机控制按键，但基本上都只有按压功能，顶多来个半按对焦。但是 iPhone 这次推出的相机按键呢，是可以透过电容感应进行滑动控制，就像是变焦或者调整风格等等的功能哦，算是非常创新的设计。只是呢 ，OPPO Find X8 Pro 的抓拍快起键呢，也很刚好的采用电容感应滑动控制变焦，所以这真的是巧合吗？就让大家自行判断喽。提到磁吸配件，第一时间大家绝对会想到的是 Apple 的 MagSafe， 就像是提到磁吸太后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颐和园是一样的哦。说真的，这个磁吸功能让许多 Android 使用者羡慕不已啊，就像是我也很期待三星的手机或是其他的手机都有的 MagSafe 的磁吸功能。不过这次 OPPO Find X8 也巧妙的加入类似的功能，不过这次并不是直接加在手机中，而是跟许多 Android 手机的第三方配件厂一样，是以磁吸背盖的方式加入了这个功能。我想这应该是可以避开 Apple 专利的非常好的方式。而由原厂所推出的磁吸背盖，也能避免磁力对于手机系统还有通讯的干扰。除了磁吸背盖以外 ，OPPO 还大方公布了要打造磁吸生态圈，例如说呢，磁吸的行动电源，或是 AirVolt 50瓦的磁吸无线充电器等等哦。当然，这些配件也都能搭配 iPhone 的 MagSafe 使用，而 Apple 的磁吸生态圈也能相容于 OPPO。
所以 OPPO 跟 Apple 的生态圈真的是越来越接近了，所以是不是干脆一起在颐和园办一场记者会算了？OPPO Find X8 发表最令人惊艳的软体功能，绝对是加入了让 Android 还有 iPhone 直接传档案的功能。对 Android 跟 iPhone 的使用者来说，这样跨平台分享档案，无疑是一大进步。我也非常期待这样的功能出现，毕竟这原本应该是 Google 跟 Apple 两者应该要做的事情，没想到居然是 OPPO 抢先推出。不过，操作方式与 iPhone 的 AirDrop，极为相似，以顶端互靠的方式来触发传档的功能。而官方示范的操作画面真的是果味十足啊！如果没有明显的品牌标示，真的很容易以为是两台 iPhone 在进行档案传输。但我必须再次强调，这功能我真的还希望每一家 Android 手机品牌都要来再抄一下哦，因为真的太实用了。我也期待 Google 跟 Apple，你们两家是不是赶快谈一谈啊？赶快去把这个功能做一做哦，不要让这是其他的品牌哦，就是还要自己去开发这个功能的。在 OPPO Find X8 的界面设计上搭载了最新的 ColorOS 15，但在很多界面上确实能看到 iPhone 的影子。例如下拉的媒体中心、拍照的界面，甚至桌面的配置的制定功能都有相似的地方。但有趣的是当发表会上面展示 AI 一键启动功能时，那个画面感，还有手机边缘出现的光条变化，我还以为 OPPO 加入了 Siri 功能哦。整体的界面设计风格，我想iPhone 使用者即使他转到 OPPO 来使用时候，应该也不会有丝毫的违和感吧。说到 iPhone 软体应用的一大特色，大家一定会提到动态岛，毕竟真的非常实用。这个好用的特点也很刚好的在 Find X8 上面看到，这是 OPPO 在前镜头的位置，很恰巧的加入了全新流体云功能，它可以更直观、更快速的显示手机的通知还有使用状态。例如说，像是提示倒数计时的时间，或是显示正在录音的状态。但不论是在功能方面，或是在视觉上的呈现，都跟苹果手机的动态岛极为相像。这个真的不只是似曾相识了。大家看完觉得如何呢？到底是抄袭还是致敬？不过其中有几个功能，我真的希望 Android 手机应该都要抄一下，例如说磁吸功能、磁吸生态圈，还有跨装置快速互传功能。其实我认为好功能都是值得学习的。像我也很常看其他 YouTuber 的影片做法，也很常仿效他们的方式制作影片。不过我认为可以仿效，但是不能直接复制。功能你可以接近，但总要改个样貌或是形式，总不能只有改名字吧。以上就是整理出的 OPPO Find X8 与 iPhone 的6大相似之处。如果大家觉得有更多相似之处，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。感谢大家收看这一集节目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。我是 Kiss Play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